2011年春天，江苏洪泽湖遭遇干旱，水位骤降。这时，人们发现湖中竟然有一座沉睡数百年的皇陵露了出来。这座被称为水下皇陵的建筑群，正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为他的3位祖父修建的明祖陵。令人奇怪的是，这座耗费28年修建的皇家陵墓为何会出现在湖底？是最初选址就在水中，还是后来遭遇了变故？6具棺木在水下皇陵的出现，似乎说明这一座皇陵建筑群这次能否发现传说中的蟒袍、凤冠匣佩等宝物。本期视频跟随眼见古今走进江苏盱眙，让我们一起探寻中国唯一一座水下皇陵的秘密。2011年春，江苏省盱眙县发生大旱，数月不见下雨，县城近郊祖陵村边的洪泽湖，由于水位下降严重，西岸竟露出了一些圆形石拱的古代建筑。仔细看，石拱的下面是汉白玉雕砌的横梁，还能看到甬道的模样。当地人秒懂，这应该是明祖陵，从水中冒出头来打招呼了。这里面埋着的可是朱元璋的祖父，一时间吸引不少人前来看热闹。大家不免啧啧称奇，这皇陵修得的确气派，只冒出个头来，都让人感觉与普通人的墓葬不一样。那为啥当地人知道这是明祖陵，而且还是朱元璋祖父的墓葬呢？一切都要从上个世纪60年代墓葬的初次露脸说起。1963年6月，洪泽湖地区艳阳高照，同样的因为连日高温干旱，让湖水迅速退去，水位降低到前所未见的低点。这样的水位不适合打鱼，湖边生活的一位渔民在湖西岸的泥滩上行走，无意中竟发现一排怪异的巨石从泥水中冒出头来。究竟是什么东西呢？渔民觉得奇怪，费力清理掉淤泥后，渔民发现这些石头竟然是石像，而且相当重，根本搬不动。消息一传开，当地文化部门迅速派人前往勘察，勘察令所有人震惊。这一片湖底零星分布着很多石像，渔民发现的是狮子和麒麟，高度大概有2米，重达数吨，雕工极为细腻。除了狮子和麒麟，还有整齐排列的石人，这些雕塑是排列整齐地延伸到湖心的。据初步统计，超过20对石像，整个雕塑群规模宏大。这么大的雕像群出现在湖底，他们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呢？这时，南京博物院的专家闻讯火速赶现场进行勘察，发现这些石像涵盖文臣、武将和神兽，显然属于皇家工艺水准。从雕像的布局和种类来看，专家认为这应该是古代陵墓建筑的一部分，从年代看应该是明代的，符合明代神道建筑规范。而且在湖边还可以看到有9座拱形门洞依次排列，部分墙基和石柱处也露出水面，隐隐约约勾勒出一个庞大的陵园轮廓。考古队随即进场开始清理和发掘。考古队清理完首批石像后，展开系统勘探。勘察表明，主体建筑区有28个石柱处，排列得非常整齐，应该是属于大型殿堂的遗留。湖底淤泥中皆是陵园大概的平面布局，整座皇陵南北轴线约长800米，东西宽约500米，总体面积近40万平方米。整个陵区还建造了3道城墙，最外面的罗城是土城，长9里30步，中间为砖城，长4里10步。神道石刻、金水桥、载生亭都在里面。而最里面的就是皇城，皇城里面的建筑包括有享殿及配殿等，所有这些建筑规制都显示出明代皇陵的风范。这里应该是一处皇陵，只有帝王才有可能修建如此规模的陵寝。那么是谁修建的呢？这里又埋葬的是哪位皇帝呢？结合史料，专家初步分析，此处应该是明祖陵，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为他的高祖、曾祖、祖父修建的陵墓。为什么能够如此确定呢？专家把史料的记载跟现场的遗迹对比，找出了一些关键的证据。比如，石像数量与类型与史料中记载的21对完全对得上，
而且石质与雕工均符合明初皇家标准。从地理位置上看，史料记载明祖陵位于四周东北，这四周的原址就是在江苏盱眙淮河岸边，因此地理位置也是与史料的记载高度吻合的。史料记载明祖陵城内外曾遍植松柏7万余株，不过由于墓葬浸泡在水下，年代久远，墓葬根本没有地上的土丘，所有的建筑上的木质材料也早已荡然无存，只有巨大的砖砌拱顶，还有神道两侧的石像，算是基本保存完好。整个墓葬的规模和体量基本清楚了，现在摆在专家面前的问题是，是否继续进行全面发掘。9座露出水面的拱形门洞近在眼前，它们就是地宫的入口。不过由于长期泡在水中，地宫中的结构是否完整，还有内部文物是否保存完好，专家们对此产生了争议。支持者认为这是千年难逢的机会，继续挖掘将为研究明初历史和皇家陵墓制度提供的宝贵资料，而反对者认为继续发掘可能会加速遗迹损毁，因为地宫常年在水中还是活水，如何采用稳妥的技术手段抽干水，或者过程中出现坍塌如何处理等。而且地宫见光后，文物尤其是丝织文物等会不会碳化、见光死，有太多问题需要解决。最终专家们决定暂不发掘地宫，等待技术条件成熟再议。1963年冬，赶在水位回升前，考古队开始紧急测绘记录，拍摄了数百张照片，绘制了详尽平面图，为未来研究留下珍贵资料。同时用沙袋加固突出水面的石像，防止再次受损。忙完这些后，考古队和专家们看着洪泽湖的湖水水位重新升起来，曾经浮出水面的陵墓的地宫再次没入湖水之中，湖面重新变得安静。直到2011年，这一次同样是因为连续干旱，洪泽湖水位下降，人们才有缘在湖边又看到这座皇陵的地宫建筑重新在水中露出难得一见的面目。我们来看看这一次的发现，这座在水下沉睡了几百年的明代皇陵究竟长什么样？明祖陵的地宫虽然重新被淹没在水中，但石像生等建筑遗迹却因为渔民的发现得以出土。这次发现现存的遗物全部对称分布在长250米的神道中轴线上，其排列顺序自南向北依次为神道石刻像生、金水桥遗址、灵星门遗址、享殿遗址和玄宫遗址，原其他陵区建筑均已不存。考古发掘时，专家们发现石像保存状况不一，最完整的是6对石狮，雕工细致威武。神道石像生在帝王墓葬中兼具空间引导与仪式功能。明祖陵神道由21对石像生组成，重23.4吨，而从形制上看，明祖陵的石像生的雕塑具有从宋到明过渡的痕迹。文臣武将石像生雕刻方面，服饰参照的是宋朝衣冠，也就是说，明祖陵虽然是朱元璋祖陵，但人物石像生的服饰却是大宋风格，这在明朝帝陵当中是唯一一个案例。从石像生的种类看，明祖陵有麒麟、狮子、马、马官、拉马氏、文臣、武将、内侍及望主。最引人注目的是拉马氏石像，其手中缰绳运用镂空雕刻技术，历经数百年的浸泡仍无断裂。眼前的这一对麒麟，宽脑门、大眼睛，嘴巴张得老大，嘴角露出尖牙，头顶上竖着威风凛凛的角，身上披着像鱼鳞一样层层叠叠的铠甲，胸部和屁股的位置还装饰着漂亮的云朵花纹。4条腿稳稳地站着，整个造型既精致古朴，让人感觉到扑面而来的神兽感。再看这些石狮子，同样雕刻得十分生动，狮子前腿笔直站立，露出锋利的爪子，尾巴还绕在后腿上。有趣的是，它们脖子上戴的项链，挂着铃铛和绣球的装饰带，身上还刻着各种花草图案，这些细节让石狮子看起来不要太威武和华丽。这根石柱叫望柱，上面雕刻着2排错开的莲花瓣花纹。柱子本身有8个面，瓜棱形，顶部和底部装饰着吉祥的如意纹，
中间是牡丹、莲花、菊花等缠枝花卉。柱子的上端收窄，顶部石榴花形状的装饰。最特别的是柱顶像个圆润的宝珠，上面还刻着火焰般的纹路，看起来特别生动。这里就是明祖陵的享殿遗址。享殿是明代皇帝举行祭祖大典的核心场所。虽然现在只能看到28个散落的石柱处，但它们依然能让我们感受到当年建筑的宏伟。这些柱处排列的不太规则，有些甚至偏离了原来的位置。这是因为明祖陵曾经被洪水淹没了300多年，湍急的水流冲垮了建筑，也挪动了这些沉重的基石。专家们从这些柱子中可以看出，原来面阔与进深均约为5间，面阔约33米，进深约18米许。柱础的样式是古镜式，和一般明代官式建筑相同。而单从柱础的排列来看，专家认为还保存有宋代手法，明代官式建筑中很少采用。从享殿遗址再往北走90多米的地方，就是曾经露出过水面的地宫建筑。考古队当时测量过，大概2米长、1米宽，比周围湖滩高出2米多，应该是地宫的拱顶部分。从地面清理的情况来看，这座地宫的规模不算大，整体宽度约30米。根据明代地方志《地乡纪略》的记载，当初修建时地宫里并排开了3个墓穴，正中间安葬的是朱元璋的高祖父，东侧安葬曾祖父，西侧安葬祖父。这种排列方式体现出古代宗法制度中尊卑有序的传统观念。事实上，1964年明祖陵重见天日后，考古工作者便开始持续不断地对陵墓的水下考古的研究和保护，多次的水下作业也为我们传来了很多惊喜的发现。1982年成为明祖陵保护的重要转折点。江苏省文物工作者在勘测地宫时，发现拱券下掩藏着2扇石门，门后整齐摆放着6具棺椁。但是出于保护考虑，工作人员仅只是做了勘测记录，并未开棺，而是重新封闭石门。但这一发现却印证了历史文献记载。同年，随着基础设施完善，明祖陵正式对外开放。虽然初期只是展示神道石像和部分建筑遗迹，仍然吸引了无数游客的广泛关注。1996年，明祖陵晋升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后，保护力度显著增强。2008年，景区升级为国家4A 级旅游景区。2011年，盱眙大旱意外让地宫拱券重见天日，鲜艳如初的朱砂彩绘引发游客争相探秘，有人甚至打水照明，试图窥探地宫。为了保护文物，当地政府紧急实施回灌作业，使地宫恢复水下保护状态。现在人们看到部分地面建筑，如南红门、九龙壁等标志性建筑，都是根据史料复原的。2016年，中国水下考古又一次发现，皇陵地宫甬道2侧镶嵌着36对鎏金铜钉，与明孝陵建制完全一致。最令人称奇的是，3座衣冠冢的方位严格遵循3彩定位，其经纬度坐标与南京明孝陵、北京明13陵形成完美三角，堪称古代地理测量的奇迹。2020年，水下机器人再一次传回的画面让人惊喜万分，地宫里的木构件居然还保留着鲜艳的朱漆，这在普通墓葬中几乎不可能看到。根据专家们分析发现，原来地宫常年水温保持在16度左右，水质酸碱度也很稳定，这种特殊环境意外形成了一个天然的防腐冰箱。现在的文物保护可讲究多了，工作人员会定期给地宫补水，但可不是简单往里灌水。他们在地宫周围装了36个传感器，能精确计算蒸发量，采用科学方法补水。2021年还研发了新型防渗膜技术，能把湿度控制得特别精准。关于地宫深处的秘密，科技手段帮了大忙。地质雷达扫描发现，在已知的9道木门后面还藏着3道暗门。最新探测显示，最后一道墙厚达2.4米，里面混着特制的3合土、铁蒺藜和磁石，这种防盗设计和北京定陵如出一辙。虽然目前还没有缘分开棺，但有专家分析，参考史料记载，按照封号和葬俗，里面应该是衣冠冢。
如果是衣冠冢的话，按照葬仪，像蟒袍、玉带、凤冠匣佩等珍贵文物是少不了的，因为它们都是能够证明身份的衣冠之物。不过人们觉得奇怪，按说皇帝选建陵墓都会选风水宝地，是一件修葺国运、关乎王朝兴衰的大事。作为明太祖的朱元璋，怎么会把陵寝修在这样一个容易被水淹没的地方呢？接下来我们就来揭开朱元璋当初为何要亲自为几位祖父建墓选陵，以及耗时28年才修造完成的宏伟皇陵是如何被洪水淹没在洪泽湖底的。根据史料记载说，朱元璋的祖父叫朱初一，原本是江苏句容的农民，家里世代务农。因元朝将朱家定为淘金户，需缴纳黄金赋税，但当地不产金，被迫在1289年携子朱武一、朱武四，这朱武四也就是朱元璋父亲，渡江北上，逃到了四周盱眙县垦荒谋生。迁居后，朱初一全家的日子仍然不好过，极度贫困。他去世的时候，家中一贫如洗，他的2个儿子被迫流浪，而朱元璋的父亲朱武四跑到安徽凤阳定居，朱元璋当时还在妈妈肚子里，也随之而去。令朱家没想到的是，出身如此寒微的朱元璋，后来在1368年，也就是洪武元年，当了明朝的开国皇帝，定都南京。成了皇帝的朱元璋，自然是要惦记着修祖陵。他曾多次派人寻找自己祖父的陵墓。1384年，朱元璋的一位同宗人朱贵跟随朱元璋任龙骧卫总旗，因年老回到家乡四周，便主动担负起巡陵的重任。经过寻访，朱贵不仅把朱元璋祖先的宗谱调查清楚，还弄清了朱元璋祖父的确切安葬位置。朱贵声称，朱初一葬在一处叫杨家墩的地方，他还向朱元璋献上了一幅祖陵图。说起这杨家墩呢，朱贵说，朱初一还没去世的时候，就有道士曾经告诉他，葬此可出天子。于是呢，朱初一去世后就葬在那里了。朱元璋没想到自己祖父埋葬的地方居然还有过这种预言，而且还真在自己身上灵验了。他派人勘察，果然发现这杨家墩啊，在洪泽湖畔，山清水秀，地势开阔，周围有山岗护佑，看起来是一处不错的风水宝地。明代《地乡纪略》中记载说，他背倚九岗，俯瞰遍怀。于是朱元璋决定在这个地方修建祖陵。祖父的葬地虽然被朱贵找到了，但朱元璋的高祖和曾祖葬在哪里却无从找到。因此修建陵墓时决定以衣冠形式入葬。于是朱元璋追封高祖父朱百六为德祖玄皇帝，高祖母胡氏为德祖玄皇后，曾祖父朱四九为义祖恒皇帝，曾祖母后氏为义祖恒皇后，祖父朱初一为熹祖于皇帝，祖母王氏为熹祖于皇后。洪武18元年，也就是公元1385年，明祖陵这项宏伟的明代光宗耀祖工程正式启动。明太祖实录记载，朝廷先后征调工匠3.7万人，耗时28年，将原本的土坟扩建为占地万亩的皇家陵园。由此也可以看出朱元璋对此事的重视，希望以此来表达对先祖的敬仰之情，同时也希望自己的子孙借着风水宝地的庇护，能够兴旺繁衍下去。不过史料还记载，虽然当时发现了朱初一的坟，而且他的坟就在园区，不过他的坟墓是没有被挖开迁移的，因为怕乱动伤了龙脉。陵园地宫中棺材应该全都是装的衣冠，不过是否真的如此，因为没有开棺，暂时也无法验证。虽然朱元璋认为杨家墩的风水很好，在这里大规模建造陵园，但真正动工后，这陵园选址不太理想的地方就开始显现出来。这地方是低洼丘陵，缺乏传统帝王陵寝所需的雄伟地形。于是朱元璋就下令人工填土造山，开河引水，打造出龙脉环绕的壮丽景观。总之，陵园需要展现出风水学上的完美景观。地乡纪略见至上对明祖陵的布局有详细记载：皇城正殿5间，东西梁5 6间，
东宫具福殿6间，直房10间，另外还有神厨、神库、酒房、宰生堂、斋房等，可谓建筑众多，规模浩瀚。这规模仅次于朱元璋自己的陵墓明孝陵。明祖陵从殷385年一直修到殷413年才完工，历时28年。它并不是一开始就为追求建筑学上的奇迹修建在水里的。不过，从残存的石像生等遗迹来看，依然能让人感到它的帝王气场和美学价值。不过，这样一处庞大的陵园，即使被淹没在水里，淹没后水退了，应该还是地面上，怎么会被淹没得这么彻底，成了水下宫殿呢？水利专家帮人们破解了陵园被水淹没之谜。今天我们看到洪泽湖是中国第4大淡水湖，湖域面积达1/960平方千米，处于冲积平原的洼地上，湖底浅平，岸坡低缓。而在明祖陵修建时，洪泽湖还只是低洼的水沟，有9港18洼之称，并没有连在一起。早期的洪泽湖有点像一个季节性水塘，既能起到调蓄洪峰的作用，又成为南北交通和农业发展的命脉。其实，洪泽湖的形成和变化与淮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淮河发源于河南和湖北交界处的桐柏山，一路向东流了1000公里，最后汇入长江。在水利专家看来，以前的淮河就像个乖孩子，虽然偶尔也会闹点小脾气，比如在局部地方决个口之类的，但问题都不大。等到枯水期一过，水量恢复，它自己就会乖乖回到原来的河道里。而早在公元1128年的南宋时期，就有一个水患之雷先埋在那儿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南宋建炎2年，为防御金兵南下，南宋东京守将杜充人为决堤，造成黄河大规模改道。从此，黄河离开了春秋战国以来流经的故道，不再从河北平原进入黄海，而是分流进入淮河，史称夺淮入海。正是这次人为的黄河改道，彻底改变了淮河温顺的性格，也为日后明祖陵的水患埋下了祸根。到了明英宗朱祁镇当政时期，明祖陵开始遭遇水患威胁，下马桥处水深8尺，600余株松柏被淹没。这时候，离明祖陵建好的时间也不过才50年。专家分析，这是和明祖陵被洪泽湖和淮河环绕四周有关。黄河作为中国的第2大河流，自古以来就是多泥沙河流，水患严重。在黄河夺淮入海后60年中，黄河发生了12次决口。为了阻止河道决口，人们开始在黄河的北岸修筑堤坝，北岸大堤提高，导致越来越多的黄河水向南分流进入淮河，结果使得淮河河道状况不断恶化。每当大水年份，黄河洪水与淮河洪水就会在淮河下游奔腾汹涌，洪水溢出河槽，侵入右岸的9港18洼，原本零星的小湖泊被连接起来，最终形成了今天的洪泽湖。洪泽湖水位大幅度提高，也使得明祖陵不断被洪泽湖湖水所浸泡。家族墓地被淹，在信奉风水的中国古代是一件破坏国运的大事。当时在任的明朝皇帝肯定得管一管啊。于是明万历7年，潘继训被任命为右都御史兼工部左侍郎，专门负责治理黄淮水患。潘继训在五家墩以南、越城以北原有的高家堰的基础上，修筑了数十千米的土坝，切断了淮河岔流，抬高水位，强迫淮水出清口，为黄河刷沙。刚开始效果还不错，但很快洪水倒灌，黄河、淮河都处于丰水期，两条河流的汛期都碰在一起，出现下泄状况，导致明祖陵成为泄水区。史书记载，明崇祯年间，明祖陵又2次被淹，之后不管派谁去治理都没有效果，这个事就一直拖着。直到明朝灭亡后，战乱频仍，水利设施失修，洪水泛滥愈发严重。清康熙19年夏秋，也就是公元1680年，黄淮病涨，水漫洪泽湖堤，从此明祖陵彻底沉入一片汪洋的洪泽湖底。此后200多年，明祖陵的位置逐渐被世人遗忘，只在地方志中零星提及。
皇家陵墓沉睡于湖底，淤泥不断堆积，石像倾倒，建筑坍塌，昔日皇家气派逐渐消散无踪。岁月漫长，直到几百年后，1963年，由于天干地旱，洪泽湖水位不断下降，明祖陵这才重见天日，也让考古专家有机会为它验明正身。而有意思的是，当地的地名却留下了耐人寻味的记忆。在明祖陵没有被发现以前，这里就有明陵村、祖陵村，这2个村的村民基本上都姓朱，应该是守陵人的后代。至于为什么都姓朱，为什么叫明陵村、祖陵村，当地人也不了解，但知道离他们村不远的地方有个地方叫大木头。2011年又是大旱之年，明祖陵又一次露出过水面，仿佛是在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它。明祖陵重现天日后，也有新的疑问被提出，那就是朱初一遗骸是否还完好保存，地宫中的宝藏是否存在。不过我们只能相信，随着考古技术和文物保护技术的发展，终究有一天人们有机会了解到这座水下宫殿的更多秘密。600多年的时光将明祖陵从帝王家族陵园化作水中秘境，它曾是朱元璋寄托血脉荣光的象征，却在黄河夺淮的洪流中沉入湖底，成为自然与文明博弈的见证。今天我们凝视这片湖水，可能会更为直观地想到有些历史的真相，就像这陵墓在一些特殊的日子会展露出一下真容，更多的时候它们是掩埋在水底的，充满意想不到的情节的神秘与沉默。好了，本期视频就讲完了。如果您对视频有疑问，欢迎在评论区互动，喜欢的观众也别忘了点赞关注。眼见古今，与您下期再见。